回顾去年销量的大盘 ，iPhone 16E 其实卖得不错，全球销量达到了第10的程度。但问题就是16E 在中国市场显然是不受待见的，在欧洲的表现也不如之前的 SE。但看起来16E 却撑起了日本的 Q2、Q3 销量。相比之下，前几年在日本高歌猛进的 Google Pixel 在去年已经算是止步不前，份额基本没啥变化。我去年结论就是16E 是一台适合给家人选购的手机，它好点就在于性能上能支撑足够长的时间。相比于 Google A 系列只能用上代自家垃圾 SoC， 那 iPhone A 系列的 SoC 还是太权威了。那讲个笑话，就是 Google SoC 的烂其实就在于不管它怎么换架构，怎么换工艺，最后性能提升幅度还是跟 Intel 当年14纳米的 YoY 一个水平，甚至换了 N3E 的 G5 还是那一点提升幅度。像中国小程序很多，日本匠人 Web 特别多，偏偏安卓这些老 SoC 的单位跑分算到 Web 性能上，折损还特别大。像前几年 Pixel 还能利用更好的摄像头硬件和相机玩法，加上 AI、Google 服的本地化，还有比 SE 更大的屏幕，从而在日本站稳脚跟。但毕竟 SoC 性能万年抬不起头，加上16E 开始加强了一波摄像头，这也能说明为什么 Pixel 在日本市场增长已经严重放缓。那今年的17E 可以说打破了原来 SE 不定期更新的模式。我觉得背后的原因是，苹果现在是一家高度产能主导产品定义的厂商，16E 全球销量显然是刚好清完了库存，正好把 A19 芯片里不太能打的这一些端出来，外加补上 MagSafe 以及升级上256G 的闪存，然后换更好超磁晶面板，就有今年的17E，性价比上确实是有一些提升。当然不太能打 A19 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解释的空间，按照行业内对台积电的良率的预估，实际上有一个 GPU 和不能用或者性能偏低的 A19 比例是远低于 16E 在所有 A19 型号里的占比的，多少是有点赛博倒牛奶，但实际情况很复杂。我觉得这颗 A19 存在暗面上的刀法，就像是 A15 Apple TV 上的 Apple Music 分离伴奏要等更久一样，可能涉及到 NAE 规模的缩减。因此可以推导出，由于 ISP 占了 iPhone 很大一个部分，入门 iPhone 的处理器可能在 ISP 的规模有所缩减。一方面它不需要带更多的摄像头，另外一方面就是比如16系列推出了第2代的影像风格功能，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实时语义分割来实现分层调色，至今没有下放到17E 系列。不过17E 系列今年还是得到了普通模式里的人像虚化，我估计算力其实相比上代还是有提升，也算是补足了一个实用的功能。毕竟17E 传感器不算大，也没有长焦，后期能开虚化总归是划得来的。当然 iPhone 不管是以前的 SE 还是如今的 E 系列，它们最重要的卖点就是非常出色的 CPU 单核性能和低功率能效，搭配低功耗的自家基带，也就是今年这一个少一颗核心的 A19， GPU 性能相比上代有了 35% 的大提升。8200分的 SolarBay 甚至打败了那颗在 MacBook Neo 里的 A18 Pro， 而在多轮热衰减后的稳定性表现上，17E 甚至能做到比 MacBook Neo 略好一些。可以想象，如果 MacBook Neo 的 A18 Pro 用完，换上残血的 A19 甚至都更能打。当然 SolarBay 是有一定光追比例的， A19 显然也是吃到了通用算力还有光追性能的加成。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点就是 A19 系列是有 GPU 矩阵算力加速的，这不仅能加速 LLM 内的本地 AI Preview 算力，对很多视频剪辑特效处理也有帮助，甚至可能未来手机上的 Metal Effects 超分也可以借此从空间超分升级到效果更好的时域超分。所以显而易见，从玩手游角度来看，靠着性能和存储上升级，17E 的产品力相比 16E 可以说显著提升。但吹了这么多 16E 今年进步的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一个问题，那就是 iPhone 17的进步实在是太大了，而他们两者最近靠着国补618优惠后到手差距已经缩到1000块。那 6.3 寸高刷屏、灵动岛、AOD 全天候显示、更窄黑边、前后都更强影像、更多配色以及 UWP 芯片这种补齐，户外最高亮度和稳定性上也是17更好。当然室内比起 SE 还是强不少。那我觉得这1000块确实是很值得升级的，它带的二手差价估计会长期维持，更不用说体验上进步带来日常感知的提升。然而我得说，这样的购机逻辑对靠着自己赚钱自己花年轻人来说虽然是基本成立的，但如果你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买手机，就不是这么考虑的。要知道全球销量榜这些什么 A 打头 C 或者4G 结尾的手机都是靠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撑起来的，哪怕中国大陆市场入门的 AY 仍然占了不少销量，也就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运营商特供 R， 还有各种2000价位的终端机，比如 Nova 畅玩畅享、Reno 还有 vivo 的 S 系列，从1000到2000预算就是翻倍，要给上小学初中的子女买3000多的手机，在中国基本处于中产范畴。而6.1寸的 iPhone 1的结尾的机器
在老人机的市场里也不是那么占便宜。最近又有一些降价的 iPhone Air， 算是屏幕大、处理器内存更强，价格在 iPhone 中还实惠了六面型战士。那有人可能觉得对老人来说，单阳电池没那么大似乎是缺点，但 iPhone Air 这个原生器确实给人一种很正面的听感。至于续航的话，在家放一个 MagSafe 支架，基本约等于短视频播放器了。虽然我不太看得上把短视频当电视看的生活模式，但过年回家，我敢打赌这样的长辈已经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而正如我去年所说， iPhone 的 Face ID 对老人和小孩来说也更为好用，因为他们指纹要不相对智能，要不就是太干，磨损太多，人脸识别工作就更为稳定和安全，包括骑车戴手套的时候也就更好用。回到刚才的话题，既然说这些人更在乎手机的便宜，那显而易见，前阳党为了这些机型碰到复杂的小程序，基本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体验就不会好。你要说这样的手机给老人小孩用个3-4年，还要再换个电池再撑几年，那需求可能也就是看看视频、打电话、刷微信了。但如果开一个橙色软件买东西，体验问题就直接暴露。尴尬的是，如今生活想要省钱，那多刷电商和二手网站基本是少不了的。所以我的结论是，很多认为买低端机更省钱的用户，其实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受害者。而偏偏安卓手机上优化特别好的应用，就是拼夕夕和抖音。他们靠着短视频还有各种活动，长期获得用户注意力，从而进步导入到广告和电商去变现。包括最近讨论度很大的那位跑步猝死的网红，他被很多普通人追捧，就是认为他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不对称。但问题是，他其实也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守门员，利用了观众的信息不对称来赚钱，看似满足了观众对打破信息壁垒的需求，实际上是利用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现有的信息不足，包装成一套产品让观众买单并且信服，但他们并不需要对咨询的意见付出长期责任，甚至于说他钱赚了人死了，就是受限于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就像人应该合理追求健康长寿，扎实耐用也是好的产品的典型特征。像 iPhone 15上更高循环寿命电池、更强的玻璃以及性能效遥遥领先的处理器，都在说明 iPhone 是要成为一只能用很长时间的手机。当手机甚至已经成为小学生的必需品，且发展确实开始放缓，甚至内存闪存价格最近几年还要处于长期高位，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买那些降荷机皇呢？真的摊平到每年的使用成本，以及考虑到那些重度使用场景的体验，我觉得买手机的逻辑跟美国人买丰田、凯美瑞一样，讲究的就是皮实耐用、成本可控，以及未来好修，二手残值也更高。包括我觉得 MagSafe 的支持不仅比传统的 7.5 瓦7更快更高效，也能起到延后甚至部分替代换电池的作用。比如一天内长时间在外、长时间使用手机， MagSafe 外接电池不仅是移动电源，还能有效减少机内电池的循环次数。这点我在 iPhone 11 Pro 用了2年后，加上外接电池，留给我妈又顶了2年。放到今天的主要问题确实是 A13 加 4G 内存确实有点老了，跑 iOS 26多少点卡，而这显然是17E 和 A19 擅长的地方。尽管 16E 没有内置 MagSafe， 但它的 17E 其实是完全通用手机壳的，就像11 Pro SE3 加装 MagSafe 手机壳后也一样能用磁吸配件。我觉得磁吸手机壳在今天已经成了各种意义上的标配。像我妈也觉得 iPhone 原厂的硅胶或者皮革手机壳手感比起2位数的壳子来说确实是好了不少。当然确实，苹果这原厂配件，比如我特别喜欢的透明壳以及去年推出的背带，虽然是那个价位下你能买到的数一数二的好产品，但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手机壳加一根挂绳差不多就能上4位数，顶到上17标准版的差价，这样的质和价确实是超出多数人认知。那我觉得其实这些配件在很多渠道确实是有更便宜的版本，比如我就买到过200不到的19 Pro Max 的透明壳，虽然可能被人用的14天不到，但考虑到我自己39买的15 Pro 手机壳，用了3年下来摔了几次，即便边角有点开裂，其实也是相当程度上可用的。至少你现在再花100块买个手机壳，手感和寿命也到不了这个程度。至于 MagSafe 卡包也算是一个实用小配件，放身份证、房卡、通行证还有社保卡都很方便。当然现在出国旅游的话，可以不用在里面放 Visa 卡和很多交通卡了，这也是 iPhone 相比于国产安卓旗舰做得好的地方。然后来说拍照，17的硬件和16E 相同，主摄差不多就是11、12主摄传感器的大小，但是有4800万像素和更强处理能力，能默认输出2400万像素照片，包括带有 HDR 增益层的支持，在手机上看起来立体感很好，也能兼容 Mac 端的回放。Live Photo 也是标准的 iOS 质量。这次我也测试了下17的长焦，对比11上2倍长焦的画质，结论就是，如果你是要拍近处物体的特写，那17的主摄2倍有着更近的对焦距离，
而老的2倍长焦受限于厚度，没有这一套对焦行程，而拍摄远景的解析力上，得益于成像面积和像素排布，老 iPhone 的2倍长焦仍然有优势，但受限于算法算力，其实也就那样了。信号方面，如果论极限速度，满血的 CEX 芯片相比于上代 C1 绝对是有提升的。正如 iPhone Air 上我体验到比17 Pro 稍好信号，17的信号表现完全 OK， 而且出国用会有明显优势，包括跑大量数据下高能效也是大卖点。当17变化为单实体卡加 eSIM， 我觉得诚实的说，肯定是因为16在中国大陆卖的不够好，加上 iPhone Air 已经跑通了运营商的开卡流程，以及今年为18 Pro 的系列做出类似的改变，提前进行一些铺垫。短期内我觉得17这样的设计对现有很多的双卡用户肯定是多少不方便的，毕竟换机还得跑一趟运营商。不过对比起 iPhone Air 来说，起码常见情况下能用的卡就更多了，绝对是好事。毕竟实体的 eSIM 也是要花钱买的，原生 eSIM 在稳定性上绝对是有优势。那有人会问，买17的人会出境玩吗？那我觉得起码广东人去港澳过个周末还是挺常见的，加上去韩国签证门槛在下降，上海这边不管是免签去济州岛，还是慢慢开放去台湾玩，有个 eSIM 总归是方便说走就走。真的要旅行的时候拍视频拍照片，今年的 Pocket 和影视的 Luna 产品力也是很强了，而且索尼相机都在大降价，所以对家庭来说，选择17亿省点钱出来旅行或者买相机，都是把钱用在刀刃上的体现。当然这些信息是藏在信息差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一家人5一上海去迪士尼，排队排到天荒地老，被买了优先的游客破了防。可以说法定假期的游客真的是典型的信息差受害者，在节假日花着更多的钱，享受着更低的体验，而且明显能看出来不会做功课。但讽刺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节假日出来玩，就是因为大人平时上班要加班，小朋友上课还要周末补课，结果大人觉得钱真不好赚，小孩子觉得学上着越来越累，回头出来发现完了花更贵的钱，体验还不及预期。而只有做好功课以及做好花钱准备，才能获得相对正常的体验。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加钱买手机是能带来明显的快乐，甚至于是某种程度上的生活体验提升。中国这种感受其实比很多发达国家更明显。其实这种就是明显的口红效应，毕竟房和车更贵，旅游消费还要花上时间，时间不对就会出现上面的这种高价低体验。所以大家意识到没有，在满足了很多刚需，比如和 Mac 的联动、iCloud 存储以及各种附件支持、海外信用卡、随卡的支持的这种情况下，17一直目前刚需手机的守门员。尽管我觉得至少在中国定价体系和消费结构下，大家更愿意买17，而对17亿兴趣不大，这种现象很正常。但考虑到今年的18标准版还要推迟发布，那我觉得在明年春天之前，选购17亿还是17，仍然是很多人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款最基础的 iPhone， 欢迎评论区留言。觉得视频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